到这边装一个电视。上次过来他就有一个电视说要我给装一下，电视已经到了。没人。看到这个盒了吗？这个里面放的就是个钥匙。我们给它对对密码吧。上次我还记得它的密码呢，这是个装修公司的。我跟业主已经联系过了，我问他，啥时候过来？他说他还得一会儿，然后说我过来先给他把马桶处理一下，因为是装修期间，所以说我们都可以进去的。指纹锁，好，门开了。哎呀，收拾干净了啊！比前几天可干净多了。我们把车就放在这儿。哎呀，装修完了呀，装漂亮，灯在这儿啊，这个灯也装好了。厨房这边。上次你看这个，上次听了我的那个建议了啊。上次他在这儿，这个开关就在这儿。我说你买多大的冰箱呀？他跟我说是个90几的那是。我说刚好开关堵住了。他听了我的建议，把开关你看挪到这边来了，这是一个弊端。这个马桶该处理的怎么样？看我抖音的应该都知道，当时这个插座的位置刚好就是在这里，刚好在这里。然后我们装好马桶以后没法插电，因为它刚好压了一半。现在这个砖也换了，这个渣也换了，把插座从这儿提上来。因为它这个空间太小，紧挨着的就是浴房。哎，这大包公司做的，就跟我昨天发那个是一个装修公司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再看看其他的，这个柜子安装了好长时间，这个柜子装了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，当时也是我安装的。柜子还行。我靠，这个灯漂亮不漂亮？这个是羽毛灯，他说特别喜欢这个灯。羽毛灯，这个灯确实漂亮，就是脏了以后不好打理。行了，来电视。这个电视已经拆出来了，架子已经拆出来了。看这儿还有人抽的烟，这很显然这个电视有人研究过了。看为什么没有装呢？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装呢？我当时知道他这个是，这是那叫什么？地砖上墙，大板。看这个线都画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研究的，肯定是研究过的。是不好装还是什么原因让我过来安装？我昨天问了一下，它这个尺寸上下都有余地，左右都有，应该是能装得进去。一会儿我拿尺子再量一下。当时安装完这个马桶呢，因为插座的问题也没有打胶，只是放好了。然后我说，他们处理完插座，让大包公司给做处理吧。好家伙，大包公司把插座是移上去了，马桶愣是没打胶呀。业主说过来，这次你打吧。而且这个电视呢，之前已经有人研究过了，没有装上去，显然这是一个套路。这个就是设计师。
设计师先过来了，然后业主还没有过来。这个架子呢，一共拿了3套，一个悬浮架子，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架子。大包这边又拿过来一个特别简易的这种架子，说哪个能用哪个。现在他跟我说了一下现在的弊端，电视要挂电视的话，电视刚好把那个框子堵住了。后边还留了插座，说后期这个插座呀、网线这些怎么连接，这就是个问题。然后业主这边也过来了，不是不能的，咋了不能？这个不是不能的，什么是不能？你给他不说是对的，你不这个，你不这个，你就资料个车不先不能，你看对吧？哦，这是资料卡，卡的是啥？我晓得这个的嘛，我小3个不教我这个招，拖也不能，现在拖也不了，可难了啥那些。这是刷卡。按业主过来的要求呢，是他花了300块钱买的这个悬浮架，本来打算是要装这个悬浮架子，但是他又不想电视的厚度超出他那个设计的这个框架，但是我算了一下厚度。装上这个悬浮架，就是推到最靠墙，它也突出了有1到2公分。很显然，装这个架子就不合适呀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业主也是犹豫不决啊，装上试一下吧，看看行不行。这研究了半天，最起码研究也研究够1个小时。装这个电视前后没有半个小时，研究就研究了1个多小时，这事儿办的。装了悬浮架的目的就是说，我们装上去以后，电视可以拉出来，我们接网线呀、插座呀都可以方便。但是现在呢，悬浮架装上这个整体凸出来了，整体设计效果就不好看。电视凸出来，然后业主又不接受，觉得还是不行，最后换了这个普通的框架，就按这个普通的框架，居中安装。但是预留2个插座还是要拆掉1个，因为装框架的时候会卡到1个插座，所以说只能装1个，其他3个没用了。其中还有1个是网线，1个是预留闭路的，全部都拆了。这个板材呢，它是岩板，然后我们打孔的时候一定要加水，就和我们地砖上墙是一个道理吧。其实我觉得岩板就是地砖上墙的一个延伸产品，只不过是板材要比地砖大。现在底架固定好了，把电视挂上去先试一下，看看整体效果是怎么样。用这个普通的电视挂架呢，现在有一个弊端。至于说我们插电呢，我们可以先插上电，然后再把电视挂上去。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啥呢？这个电视下面有2颗锁这个挂架的螺丝，如果是这样挂进去的话，我们塞不进去手，塞不进去螺丝刀，根本没有办法固定那2个锁挂架的那个螺丝。他就怕啥呢？就是我家孩子万一动了这个电视，这个电视掉下来怎么办？这是现在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。针对他这个情况，大家觉得是设计的缺陷呢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？如何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？希望大家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观看米师傅后期更多精彩视频，点个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